大家好，歡迎來到知定講堂。最近台灣科技圈忙翻了，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再度來到台灣，和台積電、鴻海、廣達等科技巨頭一起參加台北電腦展 Computex。路透社報道點出，台灣的角色正在從半導體故事轉向 AI 的基礎建設故事。麥肯錫專家也分析，台灣不只能製造 GPU， 更有能力把晶片電源、高階 PCB 散熱模組與伺服器系統完美整合成一座可以運轉的 AI 工廠。但這個能為全球製造 AI 工廠的島嶼，正處於地緣政治的風暴中心。一旦台海爆發戰爭，晶片生產的中斷將重創全球 AI 相關產業的發展，造成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除此之外，全球將近50%的貨櫃航運，90%最大噸位的貨櫃船都要通過台灣海峽。一旦台海開戰，對全球貿易與經濟成長將是災難性的打擊。這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為什麼要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灣與我們的民主夥伴有許多共同利害關係，我們有共同的經濟與科技利益，共同對自由與民主的堅持，並需要共同對抗專制獨裁勢力的擴張。毫無疑問的，維持台海的和平與穩定也符合全球的利益。要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像拆除炸彈引信一樣，共同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無理的主權訴求。中國共產黨於2005年所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主張，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他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心要併吞台灣，如果台灣人民不屈服，該法明文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動用武力以達成國家統一。此反分裂國家法充滿對歷史的錯誤解讀，以及對國際法的粗暴漠視。事實上，1683年之前，台灣與我們今天所認知的中國沒有任何主權關聯，更遑論自古以來。1683年，滿清王朝入侵並佔領台灣西部沿海地區。2個世紀後，1895年，清帝國與日本帝國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的主權割讓給日本。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放棄了對台灣的主權，但從來沒有任何一份正式的國際條約真正處理過台灣的主權歸屬問題。另一個被刻意遺忘的關鍵事實是，中共過去甚至支持過台灣的自決。1947年，毛澤東在《解放軍報》上表示：“我們贊成台灣獨立，我們贊成台灣人民按照他們的意願建立自己的國家。”那麼，為什麼中共過去支持台灣自決，如今卻不惜代價堅持要併吞台灣？答案可以從這張地圖中看出來。地圖灰色部分是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周圍紅色區域是過去清帝國曾經佔有，但於1820年之後陸續割讓給其他國家的領土，其中包括割讓給俄國的超過180萬平方公里的北方領土，以及割讓給日本約3.6萬平方公里的台灣。中共一心一意要併吞台灣，卻對北方那些如今屬於俄羅斯的紅色區域視若無睹，這戳破了他的謊言。所謂收復自古以來的神聖領土，根本只是煙幕彈。中共要併吞台灣的真正目的是看中台灣的戰略位置，想把台灣當作不成的航空母艦，以挑戰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等所有民主陣營的防線。這種對外擴張、對內欺騙的本質，並非一朝一夕造成，而是深植於其政權的基因中。著名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曾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在1949年所建立的中共政權，徹頭徹尾是一個現代化的流氓政權。中共追求的是其一黨專政的絕對權利，自由、民主、人權這些現代價值對他們而言毫無意義。中共消滅了每一位中國人獨立謀生的能力，將全國的財富集中到流氓政權的手中，所有的分配都完全取決於權力。因此，1949年之後，
中國境內實質上只剩兩個主要階級：有權的階級，也就是中共流氓政權，以及無權的階級，也就是其餘所有的中國人民。當我們看清了這種集權統治的本質，也就能解釋為什麼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帶來民主，反而演變成更高度的中央集權與軍事擴張。他們透過曲解聯合國第2期58號決議，來限制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又單方面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企圖將侵略台灣合法化。當我們看到輝達、超微半導體等科技巨頭紛紛加碼投資台灣，看到全世界的 AI 技術都在仰賴台灣的硬體生態系時，我們應該感到自豪，但同時也要保持警惕。目前台海面臨的種種挑戰，從來都不是因為台灣做錯了什麼，而是源自中共威權主義的擴張野心。如果國際社會坐視中共併吞台灣，那麼台灣問題的終結絕對不會迎來和平，而是一場規模更大、波及全球災難的開始。現在，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全世界都必須關心台灣？因為台灣的存續牽動的早已不只是台灣人的命運，而是世界 AI 產業能否繼續發展、繼續進步的關鍵。所以，守護台灣的安全，從來不是一座島嶼獨自的需要，而是所有民主夥伴共同的責任。